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少爷兵。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影片是从零开始了解绿能交通环球。当你看完这个影片，你会了解到绿能交通环球的背景、核心业务以及最新的财务报表状况。绿能交通环球 Green Energy Transportation Solution Global Berhad 简称 GET 环球，主要从事长途和短程巴士服务，并且在交通服务业推动绿色科技以及再生能源。要说 GET 环球的历史背景，就要从公司的创办人刘展成开始说起。回溯到1960年代，在刘展成完成他的学习生涯后，为了维持生计，经营起了销售杂货的生意。到了1967年，刘展成利用赚来的钱购买了学校巴士和工厂巴士，便开始了巴士的运营业务。不久之后，刘展成和友人成立合伙公司 Super Auto Workshop， 从事着巴士制造的业务。1982年，刘展成受委任成为 Taiping Super Berhad 的董事总经理，而他的巴士制造业务也成为了 Taiping Super Berhad 子公司 Taiping Super Coach Builder Sdn Bhd 的附属公司。一转眼10几年过去了，刘展成在 Taiping Super Berhad 打拼了15年后，于1997年出来自立门户，成立 Consortium Bus Express Semenanjung Malaysia Sdn Bhd 简称 KBESM。 到了2001年4月， KBESM 收到了由大马企业家发展部发来的信函，同意由 KBESM 作为母公司形式，通过收购其现有子公司，以组成一个财团集团，并由 KBESM 管理。这种合并将使到在 KBESM 财团的保护下运营的公共巴士和路线的车队扩大，从而提高其未来的潜在收益。随后，为了获得在大马股票交易所上市的资格，公司管理层成立了联营快车 Consortium Bus Express Semenanjung 简称 KBES， 以作为上市工具和投资控股公司来管理子公司。2003年12月KBES 成功在大马股票交易所的主板上市，成为上市公司。日复一日，年复一年，10多年又一下子过去了。到了2016年5月，随着公司创办人刘展成退休， Dato Che Azizuddin 顶替了刘展成的董事总经理位置，并吸纳了大部分的股票，崛起成为新大股东。1年后的2017年7月，联营快车公司名被改为绿能交通环球，简称 GET 环球，维持在大马股票交易所的上市地位，代码为5079 GET。 新名称标志着新愿景和新方向，也就是往绿色科技和可再生能源的领域发展。同一时间，公司开拓了新的业务，城市巴士以及电动巴士服务，并期望这公司可以转亏为盈。可惜世事并不如愿，全新的业务不但没有为公司提供赚幅，反而感觉上还比之前差。到了2020年后，新冠肺炎疫情来袭，再度打击公司的业绩，导致公司触发 PN17 条例。不过由于大马股票交易所在疫情期间给予纾困设施，所以暂时不会被归类为 PN17 的公司。GET 环球当时的状况就如同屋漏偏逢连夜雨，面对如此的窘境，公司董事总经理 Dato Che Azizuddin 却选择在这时候着草，把手上持有大约38%股份中的24%出售给君龙资本前董事张连爱，从大股东的位置退下。然而，这个举动却导致股价一度涨停板，公司更为此收到了大马股票交易所发出的异常交易活动 UMA 咨询。后来随着大股东张连爱加入， GET 环球计划进军手套制造业务，股价再度暴增至历史新高。从 GET 环球宣布进军手套业后，股价一路暴涨，在短短的2个月里，从90仙左右涨到接近4令吉。大马股票交易所在2度加码，发出 UMA 咨询，甚至紧急杀出黄色警告，提醒投资者谨慎投资后，股价才开始回落。GET 环球的业务一共分为4个部门，那就是高速巴士服务、销售高速和二手巴士以及修理和维护服务、城市巴士服务和开发电动巴士。高速巴士服务是在 Consortium Bus Express Semenanjung Malaysia Sdn Bhd 的旗舰下运营，其广泛网络覆盖整个马来西亚半岛以及泰国的和埃和新加坡部分地区。
高速巴士服务部门一直以来都是公司的主要收入来源之一，在2020财政年为公司贡献了总营业额的25%以上。但是尽管如此，这部门也是录得最多亏损的，这主要是由于较高的营运成本，尤其是燃料成本、零件成本、人工成本以及高速巴士的修理和维护费等等。Getz 环球的子公司 Supercoach Assembly Plant 在霹雳的卡门丁附近拥有一块17英亩的制造业基地，负责制造、组装长途巴士和巴士的车身，以及提供相关的维修服务给北汽福田。北汽福田是中国最大的商用车制造商之一，其产品已经出口到多个国家，覆盖亚洲、北美洲、南美洲、非洲、欧洲等环球市场。另外一家 Getz 环球独资子公司 Santero 也受委为北汽福田的独家经销商，把北汽福田的产品如柴油或天然气驱动巴士及长途汽车，包括零件，直接销售给最终客户，或销售给大马授权的批发商或是零售商。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关系，巴士的销售量在2020财政年是毫无收入的。至于修理和维护服务，则获得了大约1600令吉的营业额。城市巴士服务是由Pengangkutan Awam Putrajaya Travel and Tour Sdn Bhd 经营，也被称为 Nadi Putra。Nadi Putra 是马来西亚最大的公共巴士公司提供商之一，在2018年被 Getz 环球收购，主要业务是负责提供巴士服务给布城和布城中央车站，管理 Park and Ride 设施、停车场以及公共交通管理与控制系统等等。Nadi Putra 目前拥有超过85辆巴士和10辆电动巴士，是用于布城内部路线和巴生谷连接路线的。城市巴士服务在2020财政年为公司贡献了总营业额的35%以上。找着，竟然发现维基百科给 Nadi Putra 差评，这是真的吗？有乘搭过这巴士的观众可以留言分享一下你们的感想。为了配合 Getz 环球成为绿色科技和可再生能源领域领先解决方案提供商的新愿景和方向，公司成立了 Getz E-Mobility Solutions 来进行电动巴士的研究与开发，目前正涉及生产2辆原型双层电动巴士。截至2020财政年，电动巴士开发部门为公司贡献了总营业额的35%以上。现在来为各位介绍 Getz 环球最新季度的财务报表。Getz 环球在2021年第一季度的损益表显示，营业额从去年的512万令吉减少了82.4%至90万令吉，净盈利也从去年的10万4千令吉暴跌了3442%至净亏损348万令吉。营业额的减少是由于政府施加的行动管制令导致营运暂停，影响了其高速巴士和城市巴士服务的收入。至于净盈利由盈转亏，主要原因是销售成本的下跌幅度比营业额少，还有就是其他收入减少，以及无可避免的管理费用和财务成本都在加剧这净亏损的幅度。资产负债表方面，公司的总资产比起3个月前增加了30.7%至1亿2687万令吉。从表中可以看出，公司在流动资产中的应收账款和其他应收款增加了3倍以上，意味着公司被拖欠的债务也进一步增加了。根据2020年的年度报表，拖欠公司应收账款的相关企业都是公司的董事总经理 Dato Che Azizuddin 和他的妻子全资拥有的，不然就是公司的一些子公司所拖欠，所以有必要多加留意。除此以外，公司的流动现金和银行余额比3个月前增加了，虽然数额不算多，但好过没有就是了。另一方面，公司在这一季度的总负债比起3个月前上涨了44.7%至1亿0751万令吉。从表中可以留意到，公司在流动负债中的应付账款和其他应付款增加了1倍左右，证明公司拖欠供应商的款项也随之增长了。长期贷款方面也比去年稍微增加了，不过公司有在季报中提及，未偿还的借款已经在11月中缴清了，是否是真的，那就要看下个季度的财务报表了。顺带一提 ，Getz 环球目前拥有至少15件诉讼案在等着处理，大部分都是要求公司还债的，数额从几十万令吉到几百万令吉都有，这对公司的资产负债表来说似乎很不健康。
至于现金流表 Operating Activities 的现金流入，在这一季度比去年减少了21%至277万令吉。从表中可以了解到，虽然这一季度的税前亏损下降了很多，但是因为增加了大量的应收账款，导致现金流入量减少了。不过有趣的是，公司似乎也增加了拖欠供应商的欠款，所以使到现金流入量回升，以至于不去到负数。Investing Activities 则录得了现金流出，比去年减少了48%左右，至296万令吉。从表中可以发现，公司这一季度并没有拨款来发展业务，反而支付了一笔押金给承包商，以进行合同工程。Financing Activities 就是现金流入的情况，与去年同季相比，就增加了1倍左右，至76万5千令吉。从表中可以明显看到的是，公司这一季度似乎没有偿还任何利息和贷款，但是由于获得了一笔政府的补助金，所以现金流才高于去年。总结来说，随着马来西亚人口日益增长，堵车的情况也必定会日益严重，所以巴士运营业务从长远来看是一个可行的行业。而 GET 环球近年开拓的绿色科技和可再生能源领域，无可否认也是全球近年来的趋势。不过问题是，以公司目前的财务状况来看，公司是否有能力维持这方面的长期发展，也是一大疑问。再来就是公司进军手套业了，预计会在2021年第2季度开始运营。但是要知道，目前的疫苗研究已经在如火如荼的进行着。到了公司可以出产手套的时候，究竟手套是供不应求还是供过于求，现在也很难说得准。所以以现在的股价来说，可以很肯定是被高估了。这里需要额外提醒一下，GET 环球已经连续亏损了7年之久。2年前转型绿色科技和可再生能源，也只是加大亏损而已。难道一进军手套业就能转亏为盈吗？大家不妨晒高枕头，慢慢的想一想吧。以上就是我今天要分享的影片。喜欢我这次的影片，请记得帮我点个喜欢。想要持续追踪我的话，也欢迎订阅我，或是到我的 Facebook 粉丝专页按赞。那我们下期再见啦，大家拜拜。